尽管有着60余年的航母使用历史，但是直到2022年，印度的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才正式投入使用。从采购英国航母到获赠俄罗斯航母，印度的航母现代化之路既漫长又充满坎坷。1999年，印度正式开启了第一艘国产航母的研制。10年后的2009年，建造工作终于得以开展。随后，该项目遭遇了各种问题，导致交付日期不断延误。最终在2022年，也就是在建造工作开始的13年后，印度海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这艘印度国产航空母舰继承了历史上印度第一艘航空母舰的名字，被命名为维克兰特号。维克兰特号的整体性能如何？与世界同级别航母相比处于什么水平？未来将搭载什么类型的舰载机？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印度海军的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自从印度由英国购买的老维克兰特号于1997年退役之后，印度海军仅拥有一艘名为维拉特号的轻型航母。维拉特号是英国海军的一艘退役航母，整体状况相当的老旧。为了填补印度海军在未来的战力空白，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原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航空母舰的改造计划。与此同时，一项名为 ADS 的本土防空舰项目悄然成立了。尽管早在1990年代初期，印度海军就开始了所谓 ADS 本土防空舰项目的酝酿，在2013年 ADS 项目得到批准，印度海军随即将设计指标大幅提升，将满载排水量由原计划的2万吨提升到4万吨左右。而 ADS 项目也正式更名为 IAC 项目，意为本土航空母舰计划。印度海军之所以对本土航母计划进行演示，主要是防止其他军种反对将国防预算用于采购航空母舰，直到木已成舟，印度海军才放心公开真实目的。新维克兰特号由印度海军设计局设计，印度科钦造船厂建造。科钦造船厂是印度最大的船只制造企业，于1972年成立，属于印度国有企业。维克兰特号是科钦造船厂迄今为止建造的最大型军舰，也是迄今为止印度造船业面临的最庞大和最复杂的项目。在维克兰特号建造初期，印度就遭遇了一项棘手的问题：俄罗斯无法提供印度急需的特种钢材。为了解决材料问题，印度国防冶金研究实验室 EMRL 与印度钢铁管理局 SAIL 合作，建立了生产 DMR-258 型钢材的生产线。维克兰特号的建造才得以继续。除了使用印度国产钢材外，印度本土企业的参与度也显著提升。例如，为特兰特号的飞行甲板和部分船身组件由印度比莱钢铁厂制造，舰上的密封舱门、主配电盘、舵机等由拉森特伯洛公司制造，空调和制冷系统由印度基洛斯卡公司提供，综合管理系统由印度巴拉特重型电力公司提供。意大利 AVIO 公司负责安装，舰上的齿轮箱主要由印度爱列孔提供。维克兰特号使用的电缆主要由印度尼科工业公司提供。意大利的芬坎蒂尼集团为维克兰特号的推进系统建立提供了咨询服务。俄罗斯联合造船公司旗下的涅夫斯科耶设计局提供了航空综合设施的整体设计。2009年2月，维克兰特号在印度科钦造船厂正式开工建设，整体采用了模块化设计，船体部分包含了873个大型模块。到了2011年8月，舰体的进度已经达到了75%。同年12月，船体进行了首次下水调试。2012年，船体再次进入船坞，进行舰体内部的建设，包含推进和发电系统等关键组件，也在这一阶段开始组装。随后，飞行甲板、舰岛、各类传感器、电缆和武器系统也开始逐一组装。2013年7月，维克兰特号正式下水。
当时舰体80%以上的部分已经完工，整个施工进程达到75%左右。正式下水之后，维克兰特号的建设也进入了第2阶段，对各类传感器设备、飞行甲板、推进系统和航空综合管理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以及调试。到了2015年6月，维克兰特号驶出了船坞，整个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包括电缆铺设、管道系统、供暖和通风系统等等，最终于2017年完成。2020年2月，维克兰特号基本完工。根据印度海军最初的设想，新维克兰特号应该可以于2010年下水，2016年投入使用。然而，整个过程却事与愿违，出现了多次延误。比较显著的原因有4点：首先，建造维克兰特号的码头需要扩建，以容纳如此庞大的水面舰艇；第二，印度爱列孔公司提供的主齿轮系统不达标；第三，柴油发电机故障；第四，俄罗斯提供的航空设备供应迟缓。除了以上原因外，印度科金造船厂本身的制造经验也存在不足，在整个建造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状况，甚至多次将船体移出船坞，用于其他项目的建设。所有个体的问题结合起来，造成建造工期不断延长，交付时间不断延后，而且维克兰特号的成本也成倍的增加。印度最初的计划是投入5亿美元，截至到2020年初，印度投入的资金已经高达31亿美元。印度声称维克兰特号的船体部分有90%为印度国产，并贡献了推进系统的50%和战斗系统的30%。这也就是这艘印度国产航母包含了70%的外国战斗组件和50%的推进系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延误后，维克兰特号最终于2021年8月4日开始海试。整个海试分为4个阶段，从2021年8月4日开始，最终于2022年7月10日结束。2022年的9月2日，维克兰特号正式投入使用。印度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的长度约262米，宽度约62米，高度约59米，吃水8.4米，满载排水量约45000吨，拥有14层甲板。主动力单元由4台美国通用电气 LM2500 燃气轮机组成，动力输出达到11万马力左右，采用2轴推进，最高时速在30节左右，续航距离在15000公里左右。舰上的成员包括1449名水手以及196名军官。维特兰特号采用了以色列埃尔塔系统公司研制的 X 波段 ELM2248 MF Star 系列多功能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具备比较强的抗干扰能力，对中大型高空目标的搜索能力在140海里到280海里左右，对低空掠海目标的搜索能力在13海里以上。除了可以同时跟踪数百个目标外，这套雷达系统还具备火控指引能力，可以为舰载防御或攻击系统提供目标指引和数据更新。维克兰特号还搭载了意大利列奥纳多公司研发的 L 波段 Celex RAN 40L 型远程预警雷达，搜索范围在210海里左右。维克兰特号的电子战系统由印度国防研究及发展组织 DRDO 提供。舰上的综合航空管理系统由俄罗斯提供。维克兰特号虽然是印度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但是比正常交付时间延误了7年多，成本超支了6倍多。维克兰特号依然采用了滑跃起飞甲板，拥有2台升降机，估计可以容纳36到40架舰载机。其中固定翼舰载机的数量在26架左右。维克兰特号面临的最大问题来自俄罗斯，由俄罗斯提供的航空管理系统既存在安装问题，也很难与印度本土开发的软硬件系统兼容，整套系统尚未完全投入使用。维克兰特号
虽然已经交付给印度海军，但是具备实战能力尚需时日。维克兰特号的武器系统估计将包括4套意大利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4座俄罗斯 AK-630近防武器系统，以及2套共32个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以色列和印度共同研发的巴拉克8型防空导弹。意大利奥托梅莱拉76毫米舰炮于1964年投入使用，有效射程约9000米，最大射程在20千米以上。射速约每分钟85到100发。俄罗斯的 AK-630近防武器系统于1976年投入使用，有效射程约4000米，最大射程约8000米，射速约每分钟5000发，采用全自动电脑操作，也可以手动遥控操作。巴拉克8型防空导弹由以色列和印度共同研发，也被称为闪电8型，能够攻击无人机、战斗机和反舰导弹。巴拉克8型可以由维克兰特号上的 MF-STAR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引导，可以同时应对来自多个方向和目标的威胁。巴拉克8型的单机火箭版本，射程在70到100公里左右，射高在2万米左右，极速估计在2到3马赫左右。巴拉克8增程版本采用了2级火箭，射程可能在150公里左右。在2016年底，印度海军排除了光辉战斗机成为新一代舰载机的可能性。到了2017年，印度海军公布了 MRCBF 项目，也就是多用途舰载战斗机采购计划。最初计划采购57架舰载机，由于预算不足，印度海军决定首批采购26架。参与竞标的企业包括美国的波音公司、法国的达索公司、瑞典的萨布公司以及俄罗斯国防产品出口公司。波音公司提供的是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达索公司提供的是舰载版阵风 M 战斗机，萨布公司提供的是鹰狮战斗机的舰载版，最后是升级的米格 29K。 印度要求的舰载机能力包括对空作战、对地攻击、空中加油、侦察和电子战等，对飞机的参数要求也非常细化。目前比较有力的竞争者是美国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以及法国的阵风 M 战斗机。阵风 M 的性能比较优异，加之印度对达索公司的产品相对熟悉，因此外界普遍看好阵风 M。 但是波音公司同意进行技术转让，因此也具备比较强的吸引力。阵风 M 是阵风战斗机的舰载版本，于2002年投入使用，具备强化的机身、起落架、电动登机梯、着陆尾钩以及航母微波着陆系统等等相关的细节调整，令阵风 M 更加适应航空母舰作业。超级大黄蜂于1999年投入使用，是一种专门的舰载多用途战斗机。比较而言，超级大黄蜂的块头比阵风 M 更大，发动机推力更强，但是从整体性能上看，阵风 M 并不落下风。阵风 M 具备13个挂点，负载能力 9.5 吨，能够携带中短程空对空导弹、火箭弹、反舰导弹、巡航导弹和航空炸弹，可以挂载各类吊舱，具备为同伴机型加油的能力。阵风 M 的极速约 1.8 马赫，巡航速度约 0.95 马赫，升限约15000米，最大航程约2000海里，作战半径约1000海里。与阵风 M 相比，超级大黄蜂仅具备11个挂点，负载能力约8吨，同样可以携带各类导弹、航空炸弹和电子吊舱，也具备为其他战机进行空中加油的能力。超级大黄蜂的极速约 1.6 马赫，升限约15000米，最大航程约1800海里，作战半径约400海里。如果不考虑波音同意技术转让的吸引力，法国阵风 M 的优势更强。首先，阵风 M 的体积更小，
一次性可以携带的数量要多于超级大黄蜂。阵风 M 的各项组要参数均不落后，而且较轻的体型也更适合滑跃式起飞。虽然印度国产的光辉战斗机已经被排除在外，但是不排除未来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会推出双引擎舰载机参与竞争。在印度的新一代舰载机尘埃落定之前，维克兰特号的舰载机选择只有米格 29K。印度的米格 29K 于2009年底交付使用，总计采购了41架单座版米格 29K， 以及4架双座版米格 29KUB。目前，印度已经坠毁了4架米格29教练机。印度海军对米格 29K 诟病不断，包括设计缺陷、发动机问题、机身和电传操纵系统问题等等。尽管一些配件问题得到了缓解，但是印度米格 29K 的整体出勤率可能仅在70%左右。未来印度将使用新一代舰载机计划的胜利者，逐步替代米格 29K。虽然维克兰特号估计可以容纳26架米格 29K， 但是目前印度海军总计拥有的米格 29K 数量应该在40架左右。为了同时满足印度超日王号和维克兰特号的需要，分配给维克兰特号的米格 29K 数量可能不到20架。除了固定翼舰载战斗机外，维克兰特号还可以搭载10余架直升机，主要的类型包括俄罗斯卡31预警直升机、美国西科斯基公司的 MH-60R 海鹰反潜直升机、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的北极星直升机等等。印度海军长期以来均以我国海军为参照目标。随着我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印度的步伐已经明显落后，尤其在大型水面舰艇领域，印度与我国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大。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是印度本土国防产业发展不均衡，加之印度目前强调武器国产化，反而加速暴露出技术和经验不成熟的短板，进而造成项目进展缓慢和工期延误。第2个原因是印度国防产业高度依赖进口，几乎所有的印度武器项目都必然包含一部分进口技术和产品，或者直接从国外进口。印度海军的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堪称近代印度国防工业的里程碑，却也是暴露出印度国防工业弊端的一个缩影。迄今为止，维克兰特号上最重要的航空综合管理系统依然未能安装完毕，舰载战斗机的问题也严重依赖进口。在积累了60余年的航母使用经验之后，印度才首度建造了第1艘国产航空母舰。印度的维克兰特号与我国的福建号相比，已经产生了代差。我国已经实现了从滑跃起飞到弹射起飞的跨越，即便与同样采用滑跃起飞的辽宁号和山东号相比，维克兰特号也不具备优势，甚至略显过时。维克兰特号的满载排水量仅为45000吨，我国辽宁号的满载排水量约59000吨，山东号的满载排水量约6到7万吨。我国的航空母舰不但体积更大，而且从电子设备水平、舰载机数量和质量上看，也显著领先于印度。印度的维克兰特号于2009年铺设龙骨，到2022年投入使用，一共花费了13年的时间。反观我国的山东号，从2015年开始动工，仅用时4年便正式投入使用。目前，印度海军已经正式接收了维克兰特号，但是其真正具备初始战力，起码要在2023年以后。印度国产的维克兰特号航空母舰何时才能够具备初始战力，其决定权似乎不在印度，而可能在于手握航空管理系统的俄罗斯，也可能是最有希望中标印度新一代舰载机项目的法国或美国。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